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关于创业赚钱的几点心得还有思考。首先讲一下第一点，没有不赚钱的项目，只有不赚钱的人。那不论是线上也好，还是线下也好，做任何项目都是有人能够赚钱，有人赚不到钱。那么很多人呢都喜欢追风口，就像这一次这个之前就应该是去年国家呢提倡这个摆地摊，立马呢就兴起了地摊经济，好像呢不去摆个地摊就要被这个时代呢给抛弃一样。没错，咱们国家对于地摊这一块它的管理确实松了很多，但是你必须要明确一点呀，你是不是摆地摊的这块料呢？你又是否知道摆地摊其实它也是一门学问？同样是摆地摊，有的人轻松一个月能过万，甚至是过10万，但是有的人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又是为什么呢？想过问题没有？那么以前摆地摊的门槛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城管和地段这些因素，但是的话呢，现在的门槛少了城管这一块的限制，但是却多了不少的竞争者。那么其他的基本上变化不大呀，那你又怎么样能够从众多的竞争者当中杀出重围呢？所以说不论你有没有碰到红利或者是风口，不论你现在所做的项目是不是风口，请记住一点，要提升你自己，就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立得住脚，赚得到钱，走得长远。接下来再来讲一下下一点思考。那么在这里阿普老师呢想颠覆一下大家的思维，干货究竟有用吗？答案是必须的呀。但如果说只有干货有用吗？答案是有用，但是越往后越没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干货它只是支撑你能够落地的基础，没有这些干货，你很可能举步维艰，寸步难行。俗话说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那么这句话呢，是不是正中很多人的下怀呀？但是如果说你只有干货你是在路上了，但是的话呢，能够走多远，走得够不够这个够不够稳，够不够快，就不是干货决定的，而是你的思维，或者说意识层次的东西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一个比方吧，阿普老师一直是这样觉得的。如果说一个优秀篮球教练，他不是实战派，但只要他身体条件可以，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比大部分篮球运动员都要优秀。不用急着反驳阿普老师，凡事呢没有绝对，所以呢我说的是比大部分。因为运动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事情也好，很多时候看的并不是你多么会蛮干，而是你多么会动脑子那么当你开始接受阿普老师这个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发生蜕变。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下一点思考。那么很多人呢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在网上卖产品就是疯狂的在朋友圈发布垃圾广告。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朋友呢没有屏蔽你的朋友圈，有2种可能，一个呢是因为这个他不想得罪你，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你卖的东西确实感兴趣，所以说也不会屏蔽你。发朋友圈的话呢，它是一门技术活呀，不是简单的把一些文字图片堆砌上去就完事了。你要明确你发朋友圈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然后呢精心的去打造你的朋友圈。其实在我看来很多人的这种疯狂行为举止不过是在取悦自己罢了。如果这些粉丝流量都是你从外部平台花费大力气引过来的，结果他们来了之后看到你朋友圈如此杂乱，全是各种晒图，各种广告，一天呢几个就不说了吧，甚至呢10几20个甚至更多，如此具有功利性，你觉得他们会喜欢你这个人吗？会买你的东西吗？会买你的账吗？是不是？那么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人，但是这类人呢多半呢是不理智的。等理智清醒过来，你再想赚他们的钱，别闹了。
朋友圈最重要的2个功能，一个是展示自我，第二个呢就是释放价值。抓住这2点，你就能够打造一个优质吸睛的朋友圈。那么再来说一下下一点啊，创业这么多年，阿普老师呢有一个感受非常深刻，那就是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患得患失，没有种。那这个字呢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文雅，但事实呢就是这样子。很多人从入社会开始就怕这怕那的，那么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打心底佩服自己的事情，甚至从来都没有做过真正的自己。不是他不愿意做，不想做，而是他怂，他不敢做。就拿一个可能对于现在年轻小孩来说呢，比较过气的明星李宇春来讲吧，为什么作为一个女歌手，喜欢她的粉丝绝大部分都是女的，而不是男的呢？这不是有点违背常理吗？这还真没有。我相信其实绝大部分女孩子都不想被道德或者是伦理纲常给束缚了，要求自己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是不是？那么李宇春外表很随性，也很中性，似乎呢在昭告天下谁说女的就必须像个小女人一样，爱怎么样怎么样的，是不是？那我不过是在做最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李宇春为什么能够火成那个样子的原因那既然你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创业，想去突破你自己，想活得更加体面一点，那么在你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学习起来，做起来，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心态的话呢，也会越来越好，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是在做你想做的事情，除非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就是你想要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赚钱的干货和思维，大家呢可以来阿普老师的朋友圈查看。关注阿普老师，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你。关于如何赚钱，如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项目，如何营销推广，阿普老师有一套专门指导网络小白的课程，简洁明了，一学就会，